发生了非常大的大爆炸。当时所有的消防车全部都赶到现场要救援，没有一辆是完整的。欢迎来到嗨 day， 我是喜娜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是发生在1995年的大邱上仁地区瓦斯爆炸事件。时间呢是发生在1995年的4月28号。这天早上的7点左右呢，大邱在上仁洞这个地方有一个交叉路口，正在兴建地下铁，所以道路上方呢铺了很多临时的水泥板。那除了地下铁之外呢，旁边正在兴建百货公司的施工处也在施工。这个时候呢，来了一台非常大型的钻地机器，钻地机器的前方呢是用钻石做成的。7点半的时候呢，钻地机的技师呢，他在钻地的时候呢，突然闻到很浓的瓦斯味。钻地机器它渡到地上的时候，不小心挖到了瓦斯管，这个技师就紧急的停止，并且呢，赶紧联络都市瓦斯公司前往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注意哦，这个时候他已经钻到瓦斯管，紧急的把它抽回来，立刻的被扩散了。7点52分，这个地方呢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大爆炸。可是呢，发生大爆炸的地方呢，不是在百货公司的现场，是在旁边的地下铁新造的地方。可是明明钻地施工的是百货公司，为什么会延伸到地下铁附近爆炸呢？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明一下。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图片，百货公司施工的下方有2条瓦斯管，钻地机器呢就挖到了其中一条直径大概10公分的中压管，弄了一个8公分左右的大洞，瓦斯呢就开始四处的发散到隔壁的土壤里呀。然后好巧不巧，瓦斯管隔壁有雨水管，当时其实已经有20公分的大洞了，可是没有人知道的。瓦斯外漏之后呢，就直接扩散到雨水管，联动到隔壁的地下水道。这一条地下水道呢，就一路咻的延伸到了交叉路口地下铁的施工处，所以呢，瓦斯外泄就一路咻的延伸到地下铁那边，才会咻咻咻的大爆炸。那外漏的瓦斯呢，它是 LPG 液化石油气，它的特色就是燃点比较低，很容易起火，小小的静电都有可能导致于瓦斯爆炸。那刚刚有提到呢，因为地下铁在施工嘛，所以呢上面铺的是临时的水泥板。大家可以看到照片上，它等于是一块一块的铺在这个道路上，一个水泥板是280公斤左右。当时呢，瓦斯外漏之后爆炸，水泥板就咻咻全部都飞到天空上，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！甚至当时水泥板还有喷到3层楼高的地方。水泥板呢，总共有400公尺距离，非常多块的水泥板。当时呢是早上7点多左右嘛，是最繁忙的时候，因为大家要上班要上学。上面呢就是有非常多的汽车、公车，还有走路的行人都在这个水泥板上面，就在这个时候全部被爆炸喷起来了。更可怕的事情是，这个水泥板被炸飞了嘛，下面等于是空心的，洞大概有15公尺深左右，就等于上面的行人跟这些汽车们，他们被喷到天空上之后呢，咻的又掉到洞里面去，非常的可怕。当时所有大邱的消防车全部都赶到现场要救援。根据当时消防员队长的说辞呢，现场看到坠落的车子呢，没有一辆是完整的，而且呢，施工现场还有非常多的铁柱跟铁条。这些行人跟汽车他们掉下来之后呢，有的是直接插到铁柱上面，非常的触目惊心。这起爆炸事故呢，总共有101人死亡，有200多人受伤。这100多名的死亡人数里面呢，有51名是10几岁的学生，他们正准备要上学。隔壁呢有一个岭南国中，总共有43名的学生是这一间岭南国中的学生，再加上1名老师，全部同一时间死亡。到底为什么会挖到瓦斯管呢？通常在使用这种大型的钻地机之前呢，都要必须侦测管线的位置嘛。甚至当时其实的说法是说，必须要徒手用铲子去挖管线，等到挖到了这个管线之后，确定了管线的位置，才可以进行施工。可是呢，当天这个百货公司的施工人员表示说呢，其实他们当时是用目测。对，就是目测，用眼睛看说，哦，大概是这个位置吧，他们就开始施工了。而且呢，后来警方在调查的时候发现，为什么会这么随便用目测的方式就开始挖这个地基呢？有2个大的原因。第一个呢，百货公司的挖地基工程已经延迟了2个月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加快速度。再来呢，是这个大型的钻地机器，它其实还有下一个行程要跑，等于没有什么时间，导致他们当时是用目测的方式执行了这件事情。后续专家在检讨这件事
事情的时候有说，这起意外的发生它是有几个可以解救的瞬间。第一个呢，执行的人员他在钻地的时候，他已经闻到了瓦斯味道，就代表他发现了钻地机器已经挖到了瓦斯管。不要动那个钻地机的话，至少那个洞是被挡住的，不会这么快的瓦斯就发散了。可是呢，当时居然是再把机器往上拉，就直接变成了一个大洞。第二个可以解救的瞬间，7点半瓦斯管破坏之后，闻到了瓦斯味，发现不对劲了，请瓦斯公司的人来看。7点52分发生了爆炸事件，在这22分钟以内，如果当时有人可以执行说让道路是禁止通行的，是不是就可以阻止这么多人意外的身亡呢？那当然，这起意外就要开始追究责任嘛，包含钻地工程的这个厂商，还有百货公司的施工单位。最后的判刑呢是最高5年的有期徒刑，其实对罹难者家属来说是非常轻的罚刑。那为什么会讲这个事件呢？因为这起意外算是韩国蛮大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，因为发生了这起瓦斯爆炸意外，韩国呢就开始执行了都市瓦斯的安全管理改革系统。现在的系统呢是所有的道路每15公里就有一个专门的安全检测员，定时的检查瓦斯有没有外漏，并且从这个意外之后呢，韩国开始制作地下的地图。所以在这之前呢，地下有什么管线是完全不知道的，所以大家都是用徒手去挖那个管线。自此之后呢，韩国就开始正式的制作这个地下地图，包含呢有都市瓦斯上下的水道啊，或者是高压电线、通信线等等的，开始正式的跑 GIS 地理资讯系统，也正式的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地下地图。那后续其实有个 episode， 其中一位罹难者的爸爸呢，他召集了认识的这些罹难者的家属，他们集结起来建立了一个建设公司。这个爸爸的初衷是呢，不想要再有任何就是这种安全性遗漏的意外发生，想要建造一个安全的建设公司，让大家可以安心。可是呢，这个建设公司他并没有接到任何的订单，因为舆论的说法都是说，哎呀，给这个公司做工程会不会惹上什么麻烦啊？所以这个建设公司并没有走得很远。他们唯一的一个工程呢，就是做了一个上人洞瓦斯爆炸事件的一个纪念碑，后来呢就倒闭了。1995年当时呢，在这个意外发生之后，人们开始警惕说大型的这种事故意外要非常小心。可是呢，2个月之后呢，又发生了丹丰百货倒塌事件，大家可以看上面的连结。那这个原本要新建百货公司，它原本是大邱百货，后来因为这个意外的发生之后呢，他们就是要整理赔偿金嘛，经营不善，最后呢就把这一块土地出售给乐天集团。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乐天百货上人店。这个位置呢，后来其实有非常多的都市怪谈啦，就说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会看到一些鬼魂啊等等的，因为毕竟在这边往生了蛮多人的。那讲到瓦斯的爆炸事件，大家应该会联想到在台湾2014年高雄发生的气爆事件，大方向有点类似。这个意外追根究底就是地下管线嘛。这个高雄气爆总共32人死亡，321名受伤。因为高雄的地下管线有石化管线啊，有民生气管线、电线，然后有油管、有工业管线，还有电信线、天然气管线，还有水管，非常多的管线埋藏在地底下。那这高雄气爆发生呢，是这个石化管线跟大邱的瓦斯管线有一点不太一样，但是都是在地下这些错综复杂的管线的爆炸意外。其实我们做过非常多这种大型意外，看到最后都非常的心酸跟难过，因为这样的大型意外其实它后面都是有一小个小小的失误，包含这次的这个大邱上人洞气爆事件，然后之前我们做过训练中心、世越号等等的这一些小小的意外，却造成这么大后面的大型的公共事故。真的是希望我们大家在做任何的事情都可以三思而后行，思考一下这样的决定是对的吗？这样的决定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吗？就像之前训练中心这个罹难者的爸爸的说辞。那也希望不管是台湾也好，韩国也好，不要再发生这么可怕的大型意外了。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这次的社会事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咯。我是喜娜，大家下次见咯，拜拜。